这是你们的事情。我再问你，山田博士是不是死在古珊珊的手上？他无斩杀连房就是犯罪。放屁！谁能证明珊珊杀了山田？拿证据出来！我能证明，我亲眼看见顾珊珊哪家杀死了我父亲，我亲眼看见的。李浩、王正义，你们肯定知道顾珊珊在哪，告诉我好吗？求求你！哦，是这样。陈庆，你能找到顾珊珊吗？报告局长，顾珊珊已经跑了。这位小姐，你父亲死了，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要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是不能乱说话的。我记得我见过这个顾珊珊，她是齐鲁剿总总指挥顾福义的女儿。会不会是这样？她犯了什么案，跑回济南去了？那个地方不归我管。这件案子发现在沈阳，是你的辖区，我只管问你要人。至于怎么去抓他，那是你的事情。你现在就开始对写字了，是不是有意在包庇人？放肆！你这是在污蔑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想报案就有个报案的样子，想捣乱，马上给我出去！现在！不要太狂妄了，你要对你今天说的话负责。玉米，行くぞ。幸亏我回来了，要不然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要说这事儿，你干的呀是有点冒失。我劝过他，让他冷静，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他们把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怎么冷静？局长，平白无故的，他们不会运来重炮。我估计他们很快就要动手了，咱们不能这么不紧不慢的。要不是出现意外，我早就把他的重炮给炸飞了。陈星说的有道理，你们俩记住，这段时间你们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日本人身上。关东军驻扎的南满铁路附近是他们兵力比较集中的地方，沈阳一旦出现情况，日本人肯定有反应。现在我们太需要铁路方面的情报了。通知公安各个哨卡，对进出沈阳的所有路口设立障碍，严加盘查，特别是日本人的车辆。如果发现情况，想办法拖延他们。我马上向驻军汇报，明白了吗？是，明白。どういうことだ？銃砲を運ぶのに信用までの長距離の運送では何の問題もなく無事であったのに、手元に来てからシナの警察に目をつけられるとは。部下の間違いです。私の責任です。すいません。もういいだろう。ミスが起こってもやはり自分の損失はとても多すぎると思う。山田の意外な死亡で筋変異バイオプログラムを中止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れはみんな心配しなくていい。山田の娘の山田由美もこの方面での専門家でして、さらに山田の助手も務めた経験がある。彼女を父の代わりに仕事をさせるのはそんなに難し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君は業務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のか。しかし彼女はここは大丈夫なのだろうか。彼女の父親は実は中国人に殺されました。彼女に対する打撃はとても大きいでしょう。私は彼女の心の動きを把握しています。彼女にすぐにこの項目を完成させ命じてみせます。你在外边盯着吧。是。
进来吧。那里。我得到情报，驻南满铁路日军守备队最近要向沈阳增兵，他们为了引人耳目，以换防的名义，采取小部队多批次的频繁调动，为下一步的军事计划做准备啊。小部队的调动正好适合我们的打法。黄局长部署我们，一旦发现日军调动，我们部队就找个借口阻拦一下，目的不是要阻拦他们，而是通过对抗引起东北军的警惕。日本人现在磨刀霍霍的，北大营里一片硬个硬。我们的东北军呐，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太平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日本关东军之所以以1万兵力就敢闹事，就是看到了中国的弊政和部队的涣散。黄局长的所作所为，我很敬佩。你马上回去把日军调动的情况向黄局长汇报。好。哎，陈翔，由美的事情要处理好，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死んだ人は戻ってこないよ。変えられないんだ。お父さんがこんなに早くいなくなるなら、もっとそばにいればよかった。でも全て私のせい。博士の死ぬ直前だ。あの試薬と血清の入った箱を指していたはずなんだ。どんな意味かわかるか？お父さん、仕事を諦めたくなかった。彼の命は彼の仕事と同じだ。もし君が彼が終えられなかった仕事をやっていけば、彼の命も君の手で伸ばすことができる。私は信じている。T 項目は君の手で奇跡が起こることを。そうすれば君の父も目をつむ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西安先生这怎么了？情绪不高。都是这个佛坚心，大家子都是有点残酷，搞得我们很被动。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他算的。那天他们出发的时候，我给你打个电话，可是没有人接。连有点残酷的人都不知道的事，他们怎么知道呢？就是一张照片，你们的士兵站在重炮前合影，这张照片被霍晨清看见了。前夫，改下。还有一件事儿，你们也要注意了。最近黄显龙好像秀出了点背，他已对所有进入沈阳的交通路口进行监测。张学良远在北平，沈阳的王一哲传领他的地气旅，简电在北大，耀仲在扬州，根本不理大强以外的事。就凭黄显龙那点公安部队，能经得了什么气候？这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就错在一个轻敌上。近来你们驻南满铁路沿线的守备队是不是要调动？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不可怕，关键是黄显龙早就猜到了。我冒昧的问一句，近来关东军这动作不断，是不是要在沈阳搞出点什么大的动静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明白了。不过请你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只要我们有共同利益，我们还是朋友。嗯。来。请坐。杨副官，王旅长怎么没来呢？我得到了一些情报，要跟他交个底。我们王旅长是好客之人，兄弟部队的长官来了，欢迎宴会，他是一定要出席的。你有什么事，直接和我说。
我来传达也是一样的。我最近获得了一个情报，最近日本守卫队调动的频率比以前增加了1倍，这说明什么呢？他们调动每年都高，这很正常嘛。今年的调防比往常提前了至少2个月，他们调动的兵种不光是步兵，甚至连工兵、炮兵，还有卫生兵和后勤补给都跟上了。日本人最近从德国运来了2门240毫米的重型大炮，这都是信号啊！你不觉得太反常了吗？黄局长讲的很有道理，政府再三的要求，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我们一定要利弊冲突。如果我们听风就是雨，那就不是利弊冲突，而是挑起冲突。这个责任实在太大了，我们谁也负不起。黄局长的一片苦心，我一定会向我们旅做反映的。不过我们现在实在是不能做什么举动，还请黄局长能够体谅。好，那我就先告辞了。给我接北大营。北大营总机吗？我是公安局长黄显龙啊，请找王旅长。什么？你再说一遍。又是吃烟灰去了。局长，和王旅长谈得怎么样？谈了，不过不是王旅长，是他的副官。副官，这姓王的也太目中无人了吧？那还跟他谈什么？我们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你们猜，王旅长是怎么跟我说的？政府主张利弊冲突。他说了，如果我们阻止日本人挑衅，就是挑起冲突。他们呢？他们是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的。这就是答案。那我们怎么办？真的不反应？凭什么不反应？他们不干，我们干。凭什么让小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撒野？传我的命令，通知所有的公安部队，在日本守备队必经的几个路口上设立障碍，拦住他们。局长，拦住日本守卫队，什么理由呢？什么理由？自己想办法。只要能把日本人挡在城外，你就是英雄。我这就去安排。局长，准备的怎么样？都准备好了。一会儿这条路该热闹了。你看，其他2条路都封上了。日本的守卫队一会儿肯定要走这条路。我置办的那么齐全，就等着他们来。理由都想好了？想好了，局长不用操心。报告，日本守卫队距离这里只有5公里了。好啊，弟兄们，你们辛苦了。待会儿我们在这里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看到了吧？这条路，日本守卫队的军车整天跑来跑去，没人管，也没人敢管。我今天
就是要给他管一管。中国人有句俗话，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也要遵守咱们中国的法律。弟兄们，今天有我在，都给我放心大胆的干。有什么事儿，我给你们撑腰。報告します。今朝守備隊途中でしばしば遮断され、回り道をしたり駐屯地に戻ったり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道で何が発生したというんだ。なぜ何本もの道が同時に閉鎖されたんだ。ファンシェンロンの警察部隊が道路工事という理由で検問所を設けました。何が修理だ。これは公権流が我々敵対してわざとやってるに決まっている。警官が何人も関東軍の道を遮っている。我々の銃は何の役にも立たんのか。いや、本シャーロンのこのような目的はいざこざ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になる。チャンシュエランと東北軍の注意を引くことになる。我々に失態は絶対に許されん。ところで今部隊は道中にいるのか。あります。守備2隊の弾薬と補給車、もうすぐ城南小屯に着きます。西郷君、君は今すぐに向かい適切な処理をするんだ。やむを得ない場合以外は戦いは避けろ。はい。准备。何をしてるんだ？道を開けろ！太君说了，放我们过去。现在全城戒严，你们不能进去。我们现在有军务在身，耽误了时间，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哎，是谁说话这么大口气？我们是正常调访，你凭什么阻拦？我不懂什么调防不调防的，我们是接受上峰的命令检查过往车辆。我们是日本守备2队的军车，你凭什么检查？警察局的一批军火背景，死了12个弟兄。经过调查，就是这些日本人干的，凭这个够吗？想从这过去没问题，接受检查我们放心，否则的话，你们开枪吧。太君、我々の検査を受けないと絶対通せない。赤！左边的，让他们先开枪。报告副长官，师长来了。市长先生，你们这是干啥呢？例行公务。你们这叫私设关卡，堵塞交通，马上给我撤了！我在执行命令。你相不相信我立刻把你这身皮给扒了？这身制服不是你给我穿上，也不是说你想扒就能扒。市长大人，什么事儿敢捞您的大家？你们这是干啥呢？祖坟都哭不过来，你哭什么乱坟岗子？就连地区里都不管的事儿，你们操的哪门子心呢？把你们的治安抓好就行了。拦日本人的军车，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诚心给我上眼药是不？市长先生，日本人抢走我军火，打死我10几个弟兄，
我向你汇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呢？不是让我严加追查吗？我现在就是看着这些跑来跑去的日本军车，他有嫌疑。国民政府和少帅早有指示，对日本人一定要利弊冲突。你这样公然和日本人对抗，也就是和政府对抗，你这个公安局长到底还想不想干了？我就奇了怪了，咱们的政府什么时候和日本人绑在一起了？啊，对抗日本人就是对抗政府，是我听错了，还是您市长大人说错嘴了？你太不像话了你！黄显龙，你太狂了你！我告诉你啊，你早晚会吃亏的。这畜生应该到日本去当市长。可悲啊！这就是这个政府的可悲之处，利弊冲突。他日本人骑到你头上拉屎了，怎么避？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我这个政府的首长，还管不了黄显龙这个公安局长了。对不起了，我先走了。ダメだ、時間を無駄にするな。これくらいの兵力で我々は止められない。強行突破するぞ。落ち着くんだ。また方法を考えればいい。もしかしたら奴らは奇襲作戦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ん。我々にこの一発目を撃たせる気なのかもしれん。徐小姐，你们不知道吗？你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这么多的军车你不讲，为什么他们都讲我们日本人的军车？你是不是故意造假？抢劫军火、私藏重型武器，以调防为名向沈阳增兵，全是你们干的。谁在找茬？我提醒你，你只有2条路：第一，停车点证；第二，哪儿来的给我回哪儿去。除此之外，没有商量的。八哥，你们先在哪路？我用柴口说话。好啊，有胆量，那你就开枪。我看你们谁敢动！西夏，告诉你的这位下级，我的人是没有你们多，但是中国人有4万万，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你们这点人，每个中国人吐口唾沫都能把你淹死，信不信？黄局长，我们走。现在大幕刚刚拉开，这出戏怎么唱，就看你们的了。这2天我有点事儿要离开，你们要记住。咱们是公安部队，对方是正规军。真要动起我来，我们的实力远远不如他们，所以要避免和他们发生冲突。还是那句话，不要先开枪，否则就会被他们抓住把柄。我明白。不过局长，总这么僵持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啊，最终得想着解决的办法。你放心，最终解决的办法就交给我了。你们记住，拖1天就是胜利。见九郎这人。石原中佐殿、我々の車が城南鉄商トンロ口公安部隊と遭遇し、彼らはずっと検査を続けていて、これでは通過できません。このような理屈に合わない要求は我が軍が断じて反対します。守備隊に攻撃命令を出せ。小さな公安部隊さえ対処できんのに、どうやってあの東北軍を撃破できると思うんだ。私には一つだけ万全の策があります。戦わずして勝利する公安はゴミ。
知道了。这边派警力增援是不可能的，哪有情况就去哪儿。在城里的警察24小时待命，就这样。营长，昨天晚上市里边发生了多起恶性案件，流氓滋扰、入室抢劫、行凶放火、侮辱妇女，各分局的警力严重不足，都向市局要求增援。我已经知道了，咱们刚刚派出警力搞临时路检，市里就连续出事。查出来了没有？什么人干的？倒是抓了一些地痞流氓，他们说是有人花钱雇他们来增援，具体什么人他们也不认识。营长，我们还抓到一些喝醉酒的日本浪人，他们嚷嚷着说，就是要给公安局点颜色看看。还有，市政府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说我们公安局执法不力，还说要把这儿的警力撤回去抓治安。我就琢磨着，是不是日本人在背后捣乱？是日本人，他们在想方设法让我们撤兵。报告，市长来了，说要找黄局长。市长你好。黄显龙呢？市里不见人，这里找不到，他到哪里躲清静去了？您先请坐。是这样，我们局长有重要的事情外出了，局里的事情暂时交给我负责。有什么指示，您跟我说就行。好，我现在就命令你们，把临时路检指挥部撤销，把你们的警力全部撤回市内，恢复原来秩序。昨天夜里，整个沈阳市都是警报声，一些老百姓把你们公安局都给围起来了，这还了得？黄显龙回来，我非治他罪不可。撤销指挥部的事情我做不了主，这件事儿必须得等局长回来亲自下令才行。那黄显龙不在，你们公安局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吗？市长您别急，调动警力的事情我实在做不了主。不过黄局长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过，有什么事儿可以找驻军的王旅长商量商量。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试试。接线生给我接北大营。喂，北大营吗？我是公安局霍成新，找一下王旅长。王旅长外出了，你明天再来电话吧。哎，王旅长您好。我是公安局黄显龙局长的助理霍成新啊。黄局长外出的时候跟您打过招呼吧？哎，对，就是联合维护社会治安的事情。这几天沈阳市出现了一些流氓滋扰的事件。是吧？连您都听见警报声了。不好意思，我们实在是万不得已，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警力都在城外搞临时路检，城里的警力不足。您看您能不能帮忙？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王旅长。好，再见。市长，王旅长已经答应了，今天晚上7点派兵在沈阳市区巡逻。您可以回去让电台发布这个消息，稳定民心，震慑犯罪分子。王旅长真的答应派兵了？他电话里亲口说的。那好，今天晚上你得保证不出任何问题。好，我走了。我送送你。不用。营长，你真把东北军调动起来了？你真信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如果电台真的管过了，那咱们怎么收场啊？走一步看一步吧。向天，你可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小鱼小虾翻不起什么大浪。可是我看外头那些流氓打人、放火还抢东西，吓得上门都不敢上学。为了制止恶性案件发生，恢复社会治安秩序，驻军第7旅将会同公安机关联合出击，严厉打击流氓滋扰、行凶伤人的犯罪行为。今晚7点，驻军巡逻队将开始在市区内进行治安巡逻，请广大市民协助公安机关举报犯罪分子，重建良好的社会新秩序。这下可好了，有军队参与地方治安，老百姓也能过几天太平日子。
陈信这2天忙什么呢？10几天没回家了。他呀，现在是黄显龙的红人，忙啊。他就是再红，也是我弟弟，也是你小舅子，咱们还是一家人。香天，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弟的那个脾气又不好，凡事你得提醒他，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就因为他是你的小弟，所以我才要帮你。什么时候回公安局啊？提醒我给他带点大煎饼，他好吃这一口。好。喂，冯爷，刚才听电台广播说，连驻军都参加治安巡逻了，这到底唱的哪出啊？原来只有黄显龙跟日本人较劲，现在怎么连东北军都掺和进来了？这日后的局势会不会对日本人不利呀？行了，忙你正事儿吧。谁输谁赢咱们都不怕，反正咱们脚踩2只船。擦亮眼睛就等着看好戏吧，出水才看2脚泥呢。どうしますか、西郷さん。今晩の予定は取り消されますか？それは本当か？ラジオの政府広告は嘘ですか？法前進は北大への王という寮長に1本の電話をしたんだ。連合治安のことを解決したなんて簡単すぎじゃないか。西安駐在軍の地方事務に手を出さないという一貫したやり方は合っていない。どういうこと？これは絶対に嘘だな。石川君、帰ってチャオミン協会の人に伝えてくれ。今日の行動はいつも通り。機会があったら動き出すんだ。承知したな。这么綺麗な女だな。哪个？你干什么？放开！放开！流氓！放开我！别打了！快快快！别打了！回头！回头！放手！别走！回头！别打了！别下来！住手！干什么呢？带走！都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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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敢拽我！老实点！好。请进。营长，这是第7旅王旅长的副官，姓杨，想见你。杨副官你好。耗子，你先出去。杨副官，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刚才我听他叫你营长，怎么回事？好，我以前也是部队的，这是我的老部下，叫习惯了。请坐。不用了，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昨天政府广播上说的是什么意思？政府的广播你应该问政府去。我问过了，他们说是你告诉市长的。王旅长答应派兵帮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没错，是我说的。霍振兴，你撒谎撒到了我们王旅长的头上，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犯的什么罪，是你们定还是政府定？话我是说过了，但是我不太明白，王旅长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儿，为什么也派兵去巡逻了？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用我们王旅长的话说，你们警察局帮我们拿住了日本人这只耗子，我们这只猫就应该替狗去看家。话是糙点，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政府处处都让着日本人，
我们王旅长已经是憋着一肚子的气没处撒。昨天他一听到广播，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把你们拦截日本人守备队的事告诉了他。他觉得你们有骨气，敢碰硬。他说，虽然政府不让我们军队对抗日本人，可是没说不让我们帮助地方维持社会治安呢。后来他就说出了“狗拿耗子，猫看家”的话。谢谢你，杨副官，也替我向你们王旅长表示感谢。你这话就说远了，都是中国人，不谈心。告诉你们黄局长，我们王旅长很想结交他这个朋友。我今天来呢，也是想见识见识，敢骗市长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好，后会有期。最後貴様やってくれたな。公安を撤退させられるどころか東北軍までも引っ張り出した。もし中国の駐屯軍の公安が結託したとしたらそれこそ面倒なことになるぞ。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大概の旅団は絶対に政府の命令に背きたくありませんが、こういう方法でホアンシェンロンに手伝ってもらっています。中国軍を舐めてました。しかし私は中国人に連合しようなどという口は挟みません。しかし今我々の軍用車はまだ城に入れない。この責任を貴様は一体どうやって取るつもりなんだ。石原中佐殿、奴らの関門を突破し口実を作ります。奴ら公安に一発目を出せます。公安が銃を撃てば大日本皇軍の銃を浴びせます。哎，知县，我刚才在城里看到日本关东军的部队在集结，是不是来接应他们的车队啊？如果真的动起武来，就我们这点兵力，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咱们答应过黄局长，不要坚持到他回来，无论如何不能失忆。关东军敢撒野，我就跟他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俩我赚一个。可是黄局长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呢？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他说过，会带回来解决问题的办法。钟义，你记住了，现在敌强我弱，动起手来，吃亏的是咱们。而且如果咱们先动手，会让他们抓住把柄。跟弟兄们说，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就一个字儿：忍。是。老林，过去检查一下。是。停车！停车！大爷！你凭什么打人？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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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退！奴らを運べ。你敢打陷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人是我打的，怎么样？要不你来试试？狂妄！别动！别动！有的。你开枪！敢动我就开枪！注意！你
你开枪呀！再动我就开枪！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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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看到了吗？里面的人要开枪了。没人开枪，我们执法的工具是警棍。怎么回事？队长，他们强行开车要闯关，还撞上了刘大力。都听见了。你的部下搭上了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这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严重挑衅。你他妈放屁！是你们先挑衅的！注意，谁敢动？动别动！把枪给我放下！不能开枪！营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今天咽不下这口气！啊！让你的人退回去。連れてけ。まだだがない。想带走他，除非你打死他已经付出代价了。今天这件事情，完全是你们挑衅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把刘大力送医院。是。把钟义给我押回云房。快！是。軍部からはいつも言われる。我々と東北軍では桁違いだとな。奴ら穏健派はなぜ中国に見に来ないんだ。今の中国が我々大日本帝国に対しどれだけの抵抗力があるというんだ。蒋介石政府は出兵しても絶対抵抗はできません。我々は力の限り思いっきりやりましょう。ジャン・シュエレンは遠方の北平にいる。力及ばずだ。信陽の中東軍は全部で6万人。その力は大したことはない。もし我が軍が奇襲をかけ北大本営を攻撃さえすれば信陽を抑えることができる。諸君、中朝部隊は我々の戦が緊迫した時に兵力を増強する。それはよかった。今日日取りを決めたらどうでしょう。9月28日に決めることにしよう。西郷君、現在我々の後方勤務の物資はまだ信陽に届いていない。この問題をすぐに解決するんだ。すぐ到着します。这帮狗日的，杀了我们的弟兄还倒打一耙，我们不能再忍了，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替大力报仇，给王忠义报仇！狗日的小日本，欺人太甚！走！你们想干什么？这帮狗日的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再忍了！你给我闭嘴！这枪打出去很容易，可是你们想过后果吗？日本人就希望事态扩大，借机制造事变。营长，小日本这回是诚心找茬，咱们就是能忍再忍。他们都骑到咱们脖子上拉屎了，这口气怎么忍？打在王忠义头上的每一棍，比打在我自己头上还痛。我知道我们是拿枪吃饭的人，
必须顾全大局，服从命令。我是带兵打仗的人，我不想跟你们婆婆妈妈。宣布一下纪律：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忍到最后一口气，忍到最后一滴血。谁要是敢再擅自行动，我亲手开枪枪毙他。你们是怎么搞的？连支公安部队都摆不平，还能成什么大事儿？没想到，连东北军都不敢干的事情，都让一级公安部队接下来。我们是不想开这第一枪，否则就凭火箭系那几个人，怎么对付得了我们一百皇军？真是笑话。黄显龙再三叮嘱我们，绝不能先开枪。不能让你们抓住把柄，要想让霍晨星开枪，难呐。霍晨星，我早晚要吃掉他。这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要是搬掉了这个绊脚石，我就可以在公安局内部策应你们，何至于像现在这样被动？我々の大日本帝国にかなう敵などいない。未だかつて我らの足を止めたことのある奴はいない。私は関東軍参謀部の石原中佐の命令を伝達する。全ての障害を取り除き、すぐに城に入るんだ。ふう、こんな小さな公安検査場、俺らから潰してある。丹平君、違う。この最初の弾は我らが撃つのではない。わかるか？はい。没事儿，我又不是面捏的，不晕。好，不晕了好。能想明白吗？大力怎么样？大力死了。正义，憋着，憋着，有咱们释放的时候。日本人有闪光。
ますよ。全員突撃だ！援助他们！请你的人退回去。王显龙，你终于出来了。听说你去请什么长房宝剑了？拿出来吧。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对付你们，哪用得着尚方宝剑啊？少废话！今天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过，谁也别想拦着我们。还是那句话，想过去可以，必须接受我们的检查，否则休想。我们带一边关东军无法驻扎在南面条路沿线，我们的守备队正常调动，无卷阵脚，让你带来让开，否则我们就要赢场了。好，好啊，那你们就闯吧。先生们、女士们，请下车。快快快！在那儿呢！解救局员聚焦线上，日本人冲击警察部队，受你的指使吗？关东军驻扎在南门铁路，这里不是你们的驻扎地吧？为什么不接受检查呢？你们的火力和装备比警察部队强很多，这样会不会以强凌弱呢？事态发展下去，你会向他们开枪吗？各位记者朋友，今天这个事件完全是个误会。改天我会在关东军司令部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你们解释清楚。误会，误会。行くぞ。局长，真想你。干得好！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国家尊严，我黄显龙在这里向你们致敬。局长，见到少帅了。本来我打算去找少帅，可是走到山海关附近，碰见2个从北平回来的东北军旧部。他们说国民政府对日本人就2个字儿：妥协。少帅夹在中间很为难。我想这个时候去找他，他会很为难的，我就回来了。后来我想到了媒体，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不战而屈人之兵。舆论，日本人也怕这手。局长，见到你，我就出辛苦了。钱兴啊，我没看错你，我们这个国家就缺少你这样有胆有识的铮铮铁汉、栋梁之才。
記者の奴らの注意を引いたら我々の軍事行動に大きな支障をきたすぞ。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もういい。それよりこれからどうするか検討しよう。これらの軍用物資は私が準備してから民用車両で運びます。9月の28日からはたったの13日間しかない。我々の仕事の準備は必ず事前に行うんだ。最後 T 項目の進展はどうなってる？山田由美が受けた後、菌変異菌栽培は成功しました。しかし液肥の培養には一定の時間が必要です。安全を考慮いたします。 T 項目の研究組と菌を事前に移します。いいだろう。今天日本人暂时撤退了，下一步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局长，我们是不是把日本人想得太复杂了？在雨林面前，他们也不敢太过张狂，这毕竟是在中国嘛。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运送的军用物资，咱们拦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已经被他们运到了驻南满铁路的守备队，联系了他们最近发枪、会用重炮这一系列异常的举动。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也许他们真的很快就要动手了。没有证据，不能妄加猜测。真闹出国际纠纷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这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儿，谁要是还对此麻木不仁，不是弱智，我看就是别有用心。西郷さん、今日はどうしていらしたの？本当にすまなかったな。私がここに来たのは君に引っ越しを伝えに来た。どうして引っ越し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信陽に入った情勢はとても緊迫している。中日方面ではよく衝突が起きるんだ。このような衝突が双方にとってさらに対立が強まらないとは言い切れない。我々の T 項目は少し危険性があるんだよ。もし万が一研究所が攻撃を受けて菌がもしもう一度漏れたら将来残酷な災難となる。だから私は一度離れることを選んだんだ。ユミ、もう少し辛抱してくれないか。ごめんな。 T 項目実験の目的は人類に幸福をもたらすこと。戦乱で人類の三難になったら永遠の罪人になりますから。すぐに引っ越しの準備をするわ。はい。これは TQ ワクチンを高類伝染病の基準で包んで間違いが起こらないようにきちんと保管してください。ご安心ください先生。自分の目を守るようにこのワクチンを大切にします。うん。我是说。 盯着他，别让他跑了。一个线报，铃木康夫又出现了。铃木，是。上一回铃木被捕，日本人利用各种办法把他从公安局调走。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秘密，有日本人 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我派人一直监视他。前一段时间他离开沈阳，现在突然回来。他这次来肯定和秘密任务有关。知道什么秘密吗？和日本人的一个生化研究所有关系。生物研究所。 局长，我马上去调查。那个研究所很可能和他们研究的毒气有关。陈星，你不要轻举妄动。一艘日本的仓库已经闯出大祸来了。香天这话说的有道理。陈星啊，你过去就是搜集情报，千万当心，明白了？明白。
营长，跟我走。去哪儿？搜查日本人的研究所。不会是永美那间吧？鈴木君、これが T 細菌だ。非常に重要な生物実験標本だ。お前はすぐに持っていくんだ。我々を迎えて研究員を移動させないです。喂，我说你听着，胡振兴正在赶往你们的生物研究所，铃木康夫也被他发现了，赶紧把你们的研究所的卫生打扫干净。霍振兴抓不住证据，就不会拿你们怎么样。状況が少し変わった。法人神はすでにお前を発見したんだ。彼は今こっちに向かっている。お前はまず金を持って先に行くんだ。この一点は私がしっかりと手配するからな。バカ。また法人神。私が殺します。法人神は大日本帝国の敵だ。遅から早からやらなければいかん。すぐに人を連れてここから離れるんだ。法人神に金を見つかるなよ。はい。先に行け。俺が援護する。俺が援護する。行け。早く先に行け。快，之前几个跑的。
放下你的枪，不然我打死这个中国猪给你看。我们都是军人，糟蹋个老百姓算什么？少废话！等等！我放下，我放枪。怎么样？跑了。君はもう決意を固めたのか。私はワクチン票をなくした。帝国の恥だ。死んで罪を償い絶力を晴らす。金をなくしたのか。これは帝国にとって最大の損失だろう。シェンヤンでこれから重要な事変が起こるだろう。大日本帝国が満州を征服する戦いがこれから始まるんだ。帝国の武士として私はさらに重要な任務をお前に与える。ツインボロシに手柄を立てたいんだ。申し訳ない。营长，城西德胜铺子突然爆发了大面积的瘟疫，就2天的时间，全村死了几十号人。德胜铺子，不就前2天我们追击铃木的时候路过那个村子吗？我们队里有个兄弟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他说这个病很奇怪，无缘无故就上吐下泻，病人拉得脱了响，好多老人和孩子很快就死了。现在防疫队已经封锁了这个村子。他们得病之前吃了什么东西？最先得病的人是喝了村口那口井的水。这件事一定和铃木有关系。你的意思是他们在井里投了毒？为什么呢？他们能在仙台山放毒杀人，为什么不能在德胜铺子的水里下毒？大哥，我前几天发现他们是在由美工作的生物研究所里出来的。这事儿由美会不会知道？由美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还有，霍先生让我捎个口信儿，他要急事情见你。陈星啊，我正要告诉你，日本军参谋本部部长剑川美次就要到了。剑川美次，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在日本军部是个挺进将军、好战分子。这个时候来沈阳，说明什么？
根据我们在关东军内线提供的情报，剑川每次是代表日本政府来控制关东军部分好战分子的好战情绪。可他突然提出来，不坐飞机，要坐轮船跟火车，比原来的时间晚到2天。以这个人的性格，他巴不得战火马上爆发，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如果这个消息真实的话，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得到了关东军部分人要起事的消息。从侧面说明是要和立即军箭在弦上。可我们东北军现在还在睡大觉，任何防备都没有。万一真的打起来，那可就要吃大亏了。我马上找洪局长把这事跟他说，立即得通知驻军，再晚就来不及了。好，你马上去。立川部長は3件の密報を続けて送った。内閣は彼を軍部代表として我々の行動を阻止する気だ。しかし立川部長が望むのは迅速な行動だ。事前にとはいつ頃から始まる？つまり今夜だ。事を図るは人にあるも事の成否は天にあり。今晩やるかどうかは天に聞きましょう。もしペンが右の方向に倒れたらやりましょう。もし左に倒れたらやめましょう。私は何であろうと構いません。あなた方が構わなくても私がします。帝国軍人の勝利を止めようとした奴は誰であろうと殺します。俺もやるぞ。自分もやります。いいだろう。今晩だ。9月18日我々が歴史の日を塗り替えるんだ。报告。进来。局长，你什么也别说。现在，剑川每次就要到了。剑川这个时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剑川很可能是日本方面派来的代表，他的作用是平衡关东军里的激进派。我有情报，他本人就是一个好战激进分子，派他来沈阳，恐怕形势不容乐观。我和您的想法一样。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他来了，会让日本关东军的战事提前开始，沈阳有危险。西洋先生，近来是不是很忙啊？这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找到你呢。系龙队长呀，怎么？找我有事吗？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好久不见了，想念老朋友，想请你吃顿饭，你有空吗？龙队长好心情，不过这2天我实在太忙了。过2天吧，过2天我请你喝酒。那好，那咱们就改天。龙队长，都是老朋友了，我提醒一下，世事都变了，沈阳的局势开始风雨飘摇。龙队长如果有家眷在沈阳的话，最好还是避避风头。
喂，小林秘书，你叫上邱任马上到家来一趟。对，关东军驻扎的南满车站集中了大批的日本生力军，连站台上都坐满了兵，一些重型的武器也在频繁的调动中。咱们的政府和军队难道不清楚这一情况？现在少帅正在北平，东北军的留守司令正忙着给他爹做大寿，根本没时间接我电话。知道北大营现在在干什么？发军饷，士兵们都在喝酒打牌呢。有一个军官在电话里跟我说，军事行动必须接到上峰的命令，否则就会送上军事法庭。他还说，剑川每次这次来沈阳，意味着沈阳平安无事，他根本就不相信日本关东军会开战。这样的中国军人，可悲，也真他妈的可怜。难怪日本人敢那么肆无忌惮。局长，难道咱们就这么任人宰割吗？当然不能，我已经下了命令，所有的公安部队取消休假，持枪待命。从现在开始，你要盯着北大营附近的日本守卫队，一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只能靠我自己了。向天不回来，我是不会收拾东西走的。把东西给我放回去，听见没？放回去，不要收拾了。不走。向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让我们收拾东西，难道咱们又要搬家了？对，你带着孩子马上离开这里。教练 B 已经把住的地方给你们安排好了，请到外面躲一躲，无论沈阳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回来。天哪，这世道到底怎么了？刚搬来的家还没暖热呢，又要走，说丢就丢。不行，不行，这次说什么我也不能依你了。这家我不搬，我哪儿也不去。九哥，别太任性了啊！我处理完公务，马上去找你们。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你走也可以，叫上复兴，我们全家一起走。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弟弟那倔脾气，所以我要留下来帮他们。你放心，我一定带着他回家见你。真的。小哥，听话啊，快去收拾东西去吧。一会儿你们俩拿着东西，带着你嫂子和孩子，马上离开这里。哎，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吗？龙爷放心，一切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办的，既安全又舒适。路上小心点儿。去吧。风雨飘摇，是非之地。西乡是在告诉我，他们要行动了。关东军1万多人，东北军在沈阳却有6万之众。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日本人玩这个蛇吞象的把戏，胜算能有多少？我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